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许多人天天吞下的保健品鱼油，标榜护心健脑的鱼油，您可能已经吃了好多年。然而，惊人的真相是，您吃了多年的鱼油，可能全吃错了。许多人吃鱼油的方法不对，不但让效果大打折扣，甚至可能暗藏健康风险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深入揭秘鱼油的真正功效，以及医生点名的3种千万别碰鱼油的人。让我们先从鱼油的由来和流行谈起。早在1970年代，科学家研究发现，爱斯基摩人和日本人这些常吃鱼的族群，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明显较低。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鱼肉中的脂肪，于是 Omega-3 脂肪酸的健康效应开始受到瞩目。自此之后，每天1粒鱼油，远离心脏病的观念广为流传。鱼油补充剂从国外红到国内，成了家喻户晓的保健圣品。许多长辈小时候可能被喂过鱼肝油，那股腥味记忆犹新。如今的鱼油胶囊没有腥臭，却承载着更多的健康期待。正因如此，我们更要搞清楚鱼油到底该怎么吃，能带来哪些好处，而不是人云亦云的盲目跟风。首先，您是不是每天早上空腹就吞一颗鱼油胶囊，或者想到才吃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您就属于那90%吃错时间的大队伍。鱼油是脂溶性的营养，最好在饭后服用，尤其搭配含油脂较丰富的一餐，比如中餐或晚餐后再吃。这样食物中的脂肪能帮助吸收鱼油里的 Omega-3， 避免空腹吃造成吸收不良或肠胃不适。有调查指出，超过90%的人吃鱼油时没注意时机，难怪效果不明显。此外，鱼油的每日摄取量也有讲究，一般建议 Omega-3 每日约1到2克，也就是大约1000到2000毫克就足够日常所需，孕妇则稍可增加一些。贪多并不是好事，有些人心急多吃，反而可能出现鱼腥味、打嗝、恶心，甚至增加出血风险。所以吃对时间、吃对剂量是避免白吃一场的关键。弄清楚正确吃法后，我们再来看看鱼油到底带来哪些惊人的好处。很多人以为鱼油只有保护心脏那么简单，其实它的功效远不止如此。一位医生总结出了鱼油的5大黄金功效，我们一一来揭晓。第一大功效，改善深度睡眠。您是否晚上辗转反侧，睡不踏实？鱼油可能是让您一夜好眠的秘密武器。科学研究显示，Omega-3 脂肪酸对于睡眠质量有正面影响。英国有研究给孩子每天补充鱼油，结果发现他们夜里醒来的次数明显减少，平均每晚多睡将近1小时。成人的实验也有类似趋势，持续补充鱼油一段时间后，很多人发现入睡更容易，深度睡眠时间增加。不仅如此，鱼油中的 DHA 参与大脑中褪黑激素等调节睡眠的荷尔蒙的生成，间接帮助建立健康的睡眠周期。想象一下，睡前吃对了一颗鱼油，您的大脑得到 Omega-3 的滋养，夜里悄悄启动睡眠模式，让您一觉到天亮，隔天精神饱满。对长期失眠或浅眠的人来说，这可不是天方夜谭。鱼油有潜力成为您的睡眠小帮手。现代生活中，失眠和睡眠品质差困扰着许多人。相比起依赖安眠药，鱼油作为天然营养素，提供了一种温和的改善途径。有些失眠的长者尝试每日服用鱼油2-3个月，反映说夜里醒来上厕所的次数减少了，半夜不再频繁睁眼看时钟。也有上班族分享，过去工作压力大时总是浅眠多梦，后来开始补充鱼油，加上睡前不再滑手机，睡眠品质明显提升。当然，每个人体质不同，鱼油不是立即见效的安眠药，但它提供大脑长期所需的养分，让您在不知不觉中睡得更沉更香。睡好了，整体健康状况也会跟着好转，白天精神充沛，免疫力也提高。所以如果您备受失眠困扰，不妨将鱼油纳入睡前的习惯之一，或许它能默默为您的睡眠品质加分。第二大功效，启动夜间燃脂。聊完睡眠，再来谈谈体重管理。您没听错，鱼油甚至与您的体重管理有关。很多人苦恼减肥难，问题不一定出在运动和热量控制，有可能是身体的燃脂开关没打开。鱼油中的 EPA 被称为新陈代谢的促进剂，
它能提高身体代谢率，帮助将囤积的脂肪转换成能量。尤其在夜间休息时，我们的身体并非完全静止，新陈代谢依然在进行。如果此时体内有充足的 Omega-3， 脂肪燃烧效率会更高。有营养专家指出，睡前适量补充鱼油，加上良好睡眠，可以双管齐下启动夜间燃脂模式。很多人发现，补充鱼油后配合运动与健康饮食，腰围变细了，体脂率下降了。当然，鱼油不是减重特效药，但它仿佛为您体内的燃烧引擎加了一把助燃剂，让减脂事半功倍。想象您的身体在睡梦中默默燃烧更多卡路里，是不是很诱人？减肥之所以难，是因为人体天生喜欢囤积脂肪过冬，而 Omega-3 可以帮助调节这一点。您可能不知道，鱼油还有一个昵称叫脂肪清道夫，因为 EPA 能提高细胞对脂肪酸的利用率，让脂肪更容易被燃烧掉。有人做过有趣的小实验，将2组人安排相同的运动训练，一组额外补充鱼油，另一组没有。几个月后，2组人的体重下降幅度相似，但补充鱼油的那组体脂肪比例降低更多，肌肉线条也更好看。这暗示鱼油让运动时身体燃烧更多脂肪，而非消耗肌肉。即使对不常运动的人，鱼油也能稍微提高基础代谢，让您静态休息时比从前多消耗一点热量。有人开玩笑说，鱼油会在您不注意时偷偷帮您吃掉一部分脂肪。当然，这个过程并非一夕之功，不会让您几天之内体重骤降，但长期坚持，体重曲线可能更加平稳的下滑，而不是一不小心就反弹。想减重的朋友请记住，饮食控制含运动是主角，鱼油只是辅助的绿叶，帮您更顺利的达成目标。第3大功效，抗击慢性发炎。现代人饮食中 Omega-6 脂肪酸摄入普遍过多，导致体内常处于一种慢性发炎状态。发炎不仅仅是外伤红肿那么简单，更多时候是潜伏在体内的低度发炎反应，成为各种慢性病的隐患，例如关节炎、心血管疾病，甚至加速老化。鱼油中的 Omega-3 正是对抗慢性发炎的利器。EPA 和 DHA 在体内可转化成抗发炎作用的分子，就像为体内无形的火焰灭火。有临床实验显示，每日摄取足量 Omega-3 后，体内的发炎指标如 C 反应蛋白明显降低。一些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服用鱼油几个月后，早晨僵硬和关节疼痛都有所减轻。这就是鱼油在体内发挥抗发炎作用的证据。简单来说，鱼油就像您体内的消防队员，日夜巡逻，减少不必要的内在火苗。长期下来，不仅关节更灵活，心血管更健康，身体老化速度也可能被放缓。谁不希望体内少一点无声的炎症折磨呢？谈及慢性发炎，不得不强调，这是隐藏在许多文明病背后的元凶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动脉硬化，甚至忧郁症都和体内慢性发炎有关。而 Omega-3 对发炎的抑制作用是全方位的，它不仅能减少引发发炎的前列腺素等物质生成，还能提高细胞膜的流动性，让免疫细胞的反应更精准，不至于误伤健康组织。长期摄取鱼油的人，往往血液中的发炎指标较低，血管内皮也更健康。这意味着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，甚至在皮肤方面，像异位性皮肤炎、干癣等免疫相关问题，补充鱼油也有助于缓解症状。可以说，鱼油帮我们从源头消减了慢性疾病的诱因。与其等到疾病发生再去治疗，不如平时就让 Omega-3 在体内守护，减少那种悄悄燃烧的慢性炎症之火。这也是为什么营养师总建议我们每周吃几次深海鱼，因为其中的 Omega-3 就是最好的消炎降火武器。第4大功效，提升大脑记忆。您最近是否常常忘东忘西，上一秒拿起手机，下一秒却忘了要做什么？随着年龄增长，记忆力衰退似乎难以避免，但鱼油或许能帮我们留住宝贵的记忆。大脑的灰质有很大一部分是脂肪组成，而 DHA 正是构筑大脑细胞膜的重要成分。如果把大脑比作精密的机器， DHA 就像润滑油，能让神经回路传导更顺畅。研究发现， Omega-3 摄取充足的人群，
在记忆力测试和专注力表现上都优于 Omega-3 缺乏的人。一项针对老年人的试验甚至指出，持续补充鱼油的人，脑部某些掌管记忆的区域萎缩速度放缓了，这意味着鱼油有助延缓智力退化的步伐。不仅老年人受益，学生和上班族适当补充鱼油也反映在更敏捷的思考和学习上。有些父母发现，孩子补充鱼油一段时间后，注意力更集中了，学习成绩也进步了。当然，效果因人而异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Omega-3 为大脑提供了优质的建材和能源，记忆力和脑力获得充分滋养后，自然表现更亮眼。大脑是全身最贪婪的器官之一，消耗着大量能量和营养，而 Omega-3 脂肪酸在大脑营养中举足轻重。俗话说，吃鱼让人聪明，其科学道理正在于鱼类富含的 DHA。DHA 又被称为脑黄金，足见它对智力发展和维持的重要性。在怀孕和婴幼儿阶段，充分的 DHA 能帮助宝宝大脑神经元的形成，影响一生的学习和记忆能力。而对成年人和老年人而言， DHA 则是维护脑细胞结构，防止脑部退化的关键。曾有一项针对记忆力衰退长者的试验，给予高剂量 Omega-3 补充，几个月后发现这些长者的短期记忆测验成绩有所改善，同时他们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衰退得也比对照组更慢。许多上班族和学生在考试前会加强摄取鱼油，因为他们发现专注力提升了，看书学习时比较不容易分心，大脑仿佛更耐操了一样。有趣的是， Omega-3 对情绪也有正面影响。Omega-3 缺乏的人更容易焦虑、抑郁，而补充足够 Omega-3 有助于大脑释放血清素等快乐荷尔蒙，让人心情稳定愉快。当心情好了，压力小了，记忆力和认知表现自然也跟着提升。可见鱼油对大脑的注意是多方面的，称它是大脑的营养佳品，当之无愧。第五大功效，缓解晨间脑雾。所谓脑雾，指的就是早晨起床后或日常生活中经常感到脑袋昏沉、反应迟钝的状态。很多人早上睡醒，眼睛睁开了，但脑子好像还没开机，无论喝咖啡还是洗冷水脸，都难以迅速清醒。这种脑雾现象一方面和现代生活压力、睡眠不足有关，另一方面也和我们的大脑营养状况相关。如果说鱼油能改善睡眠、抗发炎、提升记忆，那综合起来就是在对抗脑雾。当您前一晚补充了鱼油，获得更好的睡眠，体内发炎降低，大脑神经元得到充分的 DHA 滋养，第二天早晨醒来，状态自然与以往不同。有补充 Omega-3 的人反映，早上起床时不再觉得脑子生锈，反而头脑清明，思路清晰，做事效率提高。鱼油仿佛替大脑戴上了一副隐形的滤镜，驱散了脑中的迷雾。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更容易被脑雾困扰，常常刚拿起东西转身就忘了要做什么。但在 Omega-3 的长期滋润下，脑细胞的敏捷度提升，早上再也不用苦等咖啡提神，取而代之的是脑袋清爽的感觉，仿佛一夜之间焕然一新。这难道不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状态吗？值得一提的是，有一些特殊情况也会引发脑雾，比如长期熬夜、极度压力，甚至近期大家关注的新冠病毒感染后遗症，都可能造成持续的脑雾。这些都和大脑发炎及营养失衡有关。一些专家推测 Omega-3 或许能成为缓解此类脑雾的辅助手段，当然目前还需要更多研究来证实。但可以确信的是， Omega-3 摄取充足的人，神经系统运作更顺畅是肯定的。您不妨做个小尝试，如果经常觉得脑子昏沉，不妨连续几周每天补充适量鱼油，看看早晨起床时是否感觉更有精神。或许某天您会惊喜地发现自己告别了赖床和混沌，起床后头脑清醒，像换了一个人。看到这里，您大概明白了鱼油的五大功效，从睡得好到燃脂快，从面炎症到强记忆，再到脑袋清醒。难怪鱼油会成为保健品中的明星。然而事情并非绝对完美，鱼油并非人人适合。对某些人来说，鱼油可能不但无益，甚至有害。医生特别点明了3种人千万别碰鱼油，以免发生不良后果。您或您的家人、朋友在不在其中呢？接下来仔细说说是哪3类人。第一类，千万别碰鱼油的人，
海鲜过敏者，如果您对鱼虾蟹等海鲜严重过敏，那么鱼油也可能是您的禁区。鱼油多萃取自深海鱼类，尽管制成胶囊后蛋白质含量很低，但对过敏体质的人来说，一点点残留也可能引发免疫反应。曾有案例显示，某些海鲜过敏患者服用鱼油后出现荨麻疹、皮肤红肿，甚至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。对他们而言，鱼油简直形同毒药。所以如果您一吃海鲜就过敏，千万别冒险尝试鱼油。就算标榜高度纯化的鱼油产品，也不能保证绝对没有过敏源。对这类人群，更安全的选择是植物来源的 Omega-3， 例如藻油提供 DHA 而不含鱼类成分。总之，过敏族群请绕道，健康无价，不值得拿自身去冒险。对海鲜严重过敏的人，有时候心存侥幸，我不能吃虾蟹鱼肉，但鱼油应该没问题吧？毕竟只是油脂。事实上，风险依然存在。鱼油的制造过程虽然尽量去除杂质，但要完全去除所有鱼类蛋白几乎不可能。如果您曾因海鲜过敏出现过休克或气喘等严重反应，更千万别碰鱼油。有的人平时过敏不算太剧烈，只是轻微起疹子，也想尝试。然而过敏反应具有累积效应和不可预测性，无法保证下一次不会更严重。此外，所谓海鲜过敏不仅只对虾蟹，有的人是单独对某些鱼类过敏。鱼油通常混合多种鱼提炼而成，如果您对其中任何一种鱼过敏，都可能引发问题。因此，最稳妥的做法就是避开鱼油产品。如果想补充 Omega-3， 可以咨询医生改用亚麻籽油、紫苏油等植物来源的 Omega-3。虽然效力略逊于鱼油，但至少安全可靠。切记，千万别拿过敏体质开玩笑。一瓶鱼油不值得您去冒这个险。第二类，千万别碰鱼油的人，有出血倾向或服用抗凝血药物者。这一类涵盖范围较广，包括本身凝血功能有问题的病患，如血友病、近期有内出血风险的人，以及正在服用阿司匹林、华法林等抗凝血药的人。原因在于鱼油中的 EPA 具有抑制血小板凝集、延长凝血时间的作用。平时适量摄取鱼油有助预防血栓，但对于这些血液本就不易凝固的人来说，鱼油无异于雪上加霜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您的血液已经很稀，再加上一剂鱼油，伤口可能难以止血。一些长期服用高剂量鱼油的人出现淤青、流鼻血不止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如果您正在吃抗凝药，医生通常会建议停掉鱼油，以免出血风险大增。甚至有专家警告，抗凝药配鱼油，严重时可能诱发脑出血中风。同样道理，假如您准备动手术或刚做完手术，也应暂时远离鱼油。医护人员通常叮嘱病患在手术前2周就停止鱼油，因为开刀时需要正常凝血功能来避免大出血。另外，孕晚期的孕妇生产时出血量本就大，鱼油可能让情况更危险。因此，妇产科医生也建议孕妇在怀孕最后几周停止补充含 EPA 的鱼油。总而言之，凡是有出血倾向、服抗凝药、手术前后等情形的人，都属于鱼油的高风险族群，应该咨询医生再决定要不要吃。很多时候答案都是不要。鱼油有天然阿司匹林的称号，这对一般人预防血栓是好事，但对某些人群却成了危险。或许您身边有长辈同时服用多种药，如果又自己加吃鱼油，可能非常不妙。曾有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，本身患心脏病，一直服用抗凝血药华法林。他听说鱼油对心脏好，就自行加服每天1粒鱼油。结果没多久，他身上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淤青，刷牙时牙龈也不停出血。就医检查后发现，是鱼油和药物的叠加作用让他血液变得过于稀薄，随时可能在脑中或内脏出血。所幸在医生指示下停用了鱼油，才没有酿成大祸。这个例子提醒我们，药物与鱼油同服必须格外谨慎。凡是服用抗凝血剂如阿司匹林、甘素、华法林的人，都应避开鱼油，或仅在医生指导下极小剂量使用。同理，先天凝血功能不全的人，例如血友病患者，也不宜碰鱼油，以免让本就难止的出血更雪上加霜。除了上述情况，还有2点要特别注意。第一，
无论是大手术还是小手术，术前术后一段时间都不要吃鱼油，因为手术伤口需要血液正常凝固愈合，如果鱼油让血液如水，伤口恢复会变慢，甚至流血不止。第二，女性在月经期间若经血量偏多，痛经严重，经期也最好暂停鱼油，因为不少女性朋友反映经期吃鱼油会让月经量增加，可能加剧不适，这也是鱼油抗凝特性的体现之一。总之，任何会让您流血的状况都不要搭配鱼油，这一点务必要牢记。第三类，千万别碰鱼油的人，孕晚期妇女，很多准妈妈可能不知道，怀孕后期其实并不适合补充鱼油，鱼油对孕早期、中期的孕妇是有益的，尤其 DHA 有助胎儿大脑和视力发育，但问题出在 EPA。EPA 的抗凝血效果对怀孕最后3个月的女性来说并不适合，到了孕晚期，孕妇体内会自动调节进入备产状态，其中一项变化就是提高凝血因子水平，以防生产时出血过多。如果这时还在大量补充鱼油， EPA 可能干扰身体的凝血机制，增加分娩时大出血的风险。因此，医生通常建议怀孕7个月以上的妇女停止服用鱼油补充剂，或者改用只含 DHA 不含 EPA 的孕妇专用营养品。除了出血风险，还有一点也要考虑，鱼油若取自某些大型深海鱼，可能含有微量的汞等重金属残留，平常成年人吃问题不大，但孕妇属特殊人群，哪怕再微量的有害物质也该尽量避免。因此，孕晚期的妈妈与其冒险大量吞鱼油胶囊，不如从日常饮食中适量摄取低汞的鱼类，例如鲑鱼、青鱼等，或者选择可信赖品牌的孕妇专用 DHA 补充剂。总之，准妈妈千万不要自行乱补任何保健品，包括鱼油，每一步都应咨询专业医生的意见，以确保母子平安。除了孕妇之外，还有一些人服用鱼油前需要多留个心眼。如果您患有慢性病并在服药，例如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病等，都应先请教医生是否适合额外补充鱼油。鱼油有轻微降血压效果，正常人吃是好处，但高血压患者若已服药，再加鱼油，血压可能过低，导致头晕甚至昏厥。本身血压就偏低的人更要注意，降血脂药如他汀类和鱼油通常能共存，但也需遵医嘱调整剂量，因为鱼油本身就能降低甘油三酯，如果与药物双管齐下，反而可能让血脂过低。糖尿病患者方面，有研究指出，超高剂量 Omega-3 可能使空腹血糖略微上升，因此糖友们切勿自行大剂量补充鱼油，务必遵照医嘱。还有肠胃不好的朋友，鱼油可能刺激胃酸，引起胃灼热或消化不良，建议随餐或拆分小剂量服用，以减少不适。如果服用鱼油期间身体出现明显不适，例如容易淤青、伤口不易愈合、胃痛等，也应立即停用并咨询医生。健康永远要摆在第一位，千万不要因为看到鱼油对别人有益就盲目跟风。每个人的体质状况不同，适合别人的东西对您未必适合。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重点。鱼油确实有不少好处，像是帮助睡眠、加速燃脂、抗发炎、增强记忆、清晰头脑，这些都让鱼油成为炙手可热的保健明星。但要真正享受这些好处，前提是掌握正确用法并确认自己适合。记住，饭后服用，持之以恒且不要过量，才能让鱼油发挥效果。同时，3类人不宜碰鱼油，也请牢记心中：海鲜严重过敏者、出血体质或服用抗凝药者，以及孕晚期妇女，都应避开鱼油补充，至少要在医师评估下才考虑。健康养生没有奇迹灵丹，我们追求的是科学与智慧。如果像鱼油这样的好东西用错了方法，不但浪费金钱，还可能埋下隐患。但用对了，它的确能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。您吃了多年的鱼油，也许从今天开始稍作调整，就能真正发挥它的价值。希望这些揭露的鱼油真相对您有所帮助，也请您把这些知识分享给身边关心健康的家人朋友，让我们都成为聪明的保健达人，远离踩雷区，迎向更健康的未来。最后再强调一句，饮食均衡始终是王道，鱼油补充剂只是辅助手段，不能代替健康的生活方式。如果您平时就做到每周吃2-3次富含 Omega-3 的鱼类，
例如鲑鱼、青鱼等，再搭配坚果、种子、蔬菜、水果等均衡营养，您可能本身就不需要额外的鱼油胶囊，从天然食物中获取 Omega-3 是人体最熟悉的方式，吸收也更充分。然而，现代生活忙碌，很多人难以餐餐均衡，这时鱼油才派上用场。我们要做的是聪明地利用这些工具，而不是迷信它们能包治百病。美国心脏协会等权威机构建议，成人每周至少吃2次鱼，或在医生建议下适量补充鱼油，以维持心血管与脑部健康。听到这里，您对鱼油的真相应该有了全面的了解。鱼油不是神药，但也绝非无用，关键在于谁来用，如何用。当您掌握了这些知识，再看眼家中那瓶鱼油胶囊，相信您会更清楚怎样吃才最明智。或许您多年来吃鱼油的努力因方法不当而大打折扣，但现在开始调整还不晚。而如果您一直吃对了，那么恭喜，您的身体正悄悄受惠于那些宝贵的 Omega-3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您吃对鱼油，用好鱼油。也欢迎把这些知识告诉亲朋好友，让大家一起避免鱼油的误区。健康之路，我们不仅需要毅力，更需要正确的知识。祝愿各位都能聪明养生，充分享受鱼油带来的健康红利。